係咁網友嗱，呢個咧我係解釋呢個黃仁勳喺 CES 嘅演講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整個科技界咧係震驚嘅呢個黃仁勳講嘅嘢。咁呢個咧佢講自動駕駛嗰部分咧，係令到琴日 Tesla 跌咗10幾蚊嘅 ，Tesla 因此跌咗10幾蚊。我諗佢嗰個晶片嗰部分咧係仲重要嘅，係更加重要。好啦，嗱，呢隻 Ample Monster 係兩樣主要嘅嘢嘅，呢個係呢個就係大馬士革玫瑰嘅 PDRN， 係配合你嘅 DNA 等你容易吸收嘅。然後有呢個 Vitacora 維他命膠原，呢個含有白藜蘆醇嘅呢個係。咁今次咧就係有呢一個水油分離嘅滋潤，呢一個係呢一個玫瑰 PF 再生精華，然後呢一個係呢個面霜隱形修復液，再送一個呢個黃金嘅修護海印俾你，夾埋就係810蚊嘅，應該3樣嘢，而家430蚊。黃仁勳喺美國消費性電子展6點全紀論首先佢出呢個 Rubin 平台，你睇見啲數據，你係完全震撼嘅。呢個就係如果用單一晶片提升嚟到理解而家個 AI 成本咧，你係錯嘅。事實反正有一樣證據俾你睇。你係用晶片進步，你冇可能做呢樣嘢。OpenAI 啲模型嘅推理成本喺2年間壓縮咗250倍。如果淨係靠算力提升咧，工程上、經濟上皆不可能。你有乜可能會平咗250倍？呢個都冇可能。呢個成本下降嘅理由咧，幾百倍嘅壓縮咧，係因為好多地方一齊推進。個模型嘅結構同說法系統改咗，精度策略同系統調動改咗，嗰個記憶體嗰個緩存同埋嗰個 GPU 嘅 communication 資料搬運快咗。其實大部分時間咧個 GPU 咧喺度等緊嘅。如果你個頻寬唔夠寬就係關鍵在於有效運算量大幅下降。因此提升整體利用率。呢個因為點解我講呢樣嘢先呢？你先至解釋得到點解呢套 Rubin 係咁犀利。呢個就係黃仁勳不僅係提升咗新嘅 GPU， 佢根本係宣布 NVIDIA 係完成咗戰略升級。第一，佢唔再同你講單點硬片嘅性能，係講成個系統係點，因為咧佢係好多個 factor 夾埋嘅，包括咗算法CUDA 呢個晶片互聯呢個記憶體啲咁嘅嘢。邊個能夠將 AI 變成可複製、可持續支付嘅工業系統？成個工業系統進步幾多？譬如呢個工業系統呢一橛進步30%，呢橛50%，呢橛70%，加埋咪好 Q 大鑊係咪？單點硬件性能、系統經濟學，於是整個系統就平過你好多，決定到個定價權。Rubin 唔係晶片，係平台呢個 NVIDIA Rubin Platform。Rubin 係一個完整嘅 AI 工廠，而唔係獨立零件。佢係有計算晶片、有記憶體、有 CPU、有連接晶片、互聯網絡，仲有軟件同埋調動系統，點樣調動啲資料，所有組件咧都係完全優化而合而為一。如果唔係咧，係攞唔到呢個咁犀利嘅進步。我記得2年前呢個黃仁勳有講過，係主要兩樣嘢同時進步，一個就係 GPU 嘅進步，一個就係 AI 技術嘅進步。將兩樣嘢合而為一，你就見到1年內有10倍嘅進步。呢個係驚人嘅。一個
每年進步一個數量級。實際 AI 工作輔助量算力提升咗5倍。呢個大鑊啦！你剛啱先至同佢上一代 Blackwell 比較，佢而家已經現 full production， 第二季可以交俾你。佢個算力提供咗5倍喎，算力快咗5倍。仲有佢係去到50個浮點計算，呢個好犀利。第三，佢個推算啊，個成本啊係得翻1/7，係剩翻，即係個推算成本得翻10幾個 percent， 淨係今年又提升7倍，唔係嗰個inference嘅成本啊，超越單純嘅更快。換言之，同上一代對比 ，Ruby 不只係跑得更加快，而且可以完成同樣更複雜嘅任務嘅時候咧，可以用少啲運算量同系統資源，咁使到佢嘅性能提升，轉化為成本下降，唔係停留喺話嗰個計算能力增加，唔係咁簡單，唔係咁簡單，呢個就係 Ruby 成本嘅顯著下降啊，唔係淨係靠呢個算力提升嘅，係浮點嗱，第一就算力，第二就浮點精度，即係你唔需要去到呢一個零點後幾多個位，你可以其實個精度冇咁犀利，都係同樣計算得到嘅。相較上一代 Ruby 喺推理過程唔係以單一高精點浮動貫穿呢個過程，係唔同嘅階段用唔同嘅浮點動態採用較低精點或混合精度計算，咁就慳咗好多好多嘅運算能力。成本斷崖式下降，呢個低精度大量推算，然後優化，呢個就係具體而言咧，高精度浮點啊，係確保你喺關鍵決策同誤差敏感上大量佔比最高嘅推理計算，可以更低精度完成。首先呢個係高精度，即係用喺最後關鍵決策嗰陣時，之前咧先用低精點，呢個係關鍵決策走出嚟同誤差敏感途徑，由於低精度運算喺同等硬件條件下，可以大幅度提高吞吐量，降低用電同記憶體頻寬嘅要求，單位推理成本咪下跌咯。呢個浮點精度嘅下移唔係簡單嘅降級，而喺模型結構、算法穩定性、系統調度高度成熟完成。即係點講？知道乜嘢要用幾多嘅精度去計，剛啱恰到好處。喺維持模型輸出品質嘅同時，將推理成本顯著降低。呢個就係平台化設計嘅3大改變。佢係將成套嘢互相吻合，除咗佢，冇人有能力有齊晒所有嘢，而同時一齊進步，互相配合，等個效率變咗極致，唔再由單粒晶片效率決定，係整套系統嘅利用率同交付效率決定嘅整體，唔再取決於算力峰值，而係要取決於資料流係咪順暢，調度係咪合理，得到最佳嘅成果。企業採購嘅唔係硬件嘅規格，而係一套能夠持續擴張、穩定運行嘅完整線。最緊要你計到幾多出嚟，唔係要你個算力係幾多。呢個就係呢個整個原理。算力推進5倍，兼顧快同省。新一代嘅平台算力提升5倍，上一代去到 TDP 7咧，仲係得呢個Blackwell 嘅一半個算力啊！而家佢忽然間提升咗5倍，原本競爭者可以透過便宜嚟到抵消性能劣勢，今次佢喺速度同效率取得突破。你平佢一半冇意思㗎。如果佢推算同埋個算力係大過你5倍，咁佢咪又係平過你咯？當快同埋省搭埋咧，競爭唔再係單一輸一項指標，係成條成品曲線要重寫。呢個係削減有效運算量。呢一個
NVIDIA 晶片由浮點轉移到削減浪費，用 MOE 架構嚇，即係咧點講咧 ？Mixture of expert， 即係咧唔係用晒成個模型推算嗰陣時啊，淨係有關嘅嘢先至調動。蒸餾技術常見任務係走更短更便宜嘅路徑，算法編排將昂貴嘅計算只係留俾關鍵嘅節點，難嗰啲嘢呢個係嚇。推理成本嘅巨大喺邊度呢？其實巨大成本喺邊度呢？佢解答呢個問題啊，推理成本喺邊度呢？唔係計算時間，係搬運資料記憶體。係集群同步 GPU 閒置，我講俾你聽 ，GPU 你幾快都冇用。你有幾多資料輸入，幾多資料輸出？如果唔係咧，呢個呢個 HBM， 而家咧黃仁勳哥啱講 HBM4，佢係全世界唯一嘅買家，只係得佢有啫。今年 HBM4， 你就冇咁嘅寬頻，於是呢一條通道咧就係窄好多，於是你嘅算力高咧，你大部分時間喺度等 Rubin 嘅互聯同調度設計就壓縮呢啲時間，使到單位推理成本降幅大過算力嘅提升。呢個就係推理成本降到1/7。基礎設施經濟學重估意味着每個單位所需要嘅能源同資料密度大幅度降低。你哋咪話唔夠電力嘅？唔係喎，佢推理法得翻原本嘅1/7啫喎，即係用少好多電力。佢有啲咧成本1/7，就因為佢算力增加啦，咁所以嗰個晶片嗰個折舊啊就減少啦。但係唔係，佢係慳好多電。於是慳好多電咧，你哋咪猛話電力唔夠嘅，鬆動咗電力嘅需求，你先可以起多啲 data center。然後因為得1/7，你又唔使咁多冷卻同機房擴建 ，AI 由電力密集型奢侈品變咗以規模化基礎設施。於是同樣嘅電力，你可以做多7倍嘅運算，呢個係幾重要啊！呢個係好啦，由保毛利轉為搶用量。嗱，你諗下，如果個 inferencing 啊係跌到1/7價錢，服務你將個價錢降到1/3，供應商咧都賺好多錢喎，成本降到1/7，我收你嘅價錢減到1/3，喂，係咪仲賺多咗錢啊？價格門檻呢個崩塌之後咧，需求因為可行性提升而爆發。我解釋俾大家聽點解？因為呢個世界就係咁，當呢樣嘢個價錢跌好多咧，我哋做好多拎佢嚟做好多嘢。我舉一個例啊，譬如以前算法係好貴嘅咁，你使用呢一個 AI 嗰陣時咧，你就自己寫個 prompt。而家唔係喎，而家咧你可以做一連串複雜嘅計算，先將你嘅要嘅嘢講俾一個 AI 聽，佢同你 plan 好咗，然後咧修正咗呢個 plan， 然後咧就寫個 prompt 出嚟，然後咧就 verify 咗個 prompt， 然後咧再用呢一個寫好咗嘅 prompt 咧就叫佢去寫，然後咧再揾一個 AI 嚟 verify， 佢係可以做多好多更複雜嘅嘢，對個算力嘅需求就持續增加，因為個成本跌得犀利啊嘛。呢個係譬如咧，其實咧你越係高層嘅嘢咧，越用得多算力嘅。譬如我淨係算營銷，咁啊又用一種算力嘅。我唔係，我將營銷、生產、人力咁多個 factor 都加埋，廣告都加埋咧。喂，一層層抽上去咧，要嘅算力係好多。以前好貴。而家咧就可以做呢啲更加複雜嘅嘢，成本結構嘅改寫徹底打開咗定價同競爭嘅空間，個需求大量增加當成本夠低，用戶就可以承擔更加複雜嘅 agent 製作啦。使用升級，由單次問答就變咗可編排，整個智能流程出嚟。AI 規劃、AI 提示、多輪推理反駁、AI 質量控制，嗰
過去做唔起嘅複雜流程，而家變得經濟上合理，於是提升咗品質，提升咗確定性，呢個就係好啦。TPU 第七 version 7 TPU version 7 Google 定位於特化硬件，強調單點成本優勢。佢話佢只係要 Blackwell 嘅25% 推算。Rubin 不但只降低單價成本，而減少必要嘅推理次數，提高每瓦嘅利用率。佢係減到得1/7，你係25%，但係你咧好緊嘅，又唔 compatible 到 CUDA 嘅。佢一減到幾多？14%。於是佢又平你一半，平都平你一半。單點更便宜嘅優勢被稀釋。TPU 咧只係內部優化用嘅啫，因為咧你仲係好多限制，你又要用軟件 translation 啦，又緊啦。而家人哋嗰套咧乜都做得，而佢比你仲加平，呢個就係好啦。另外一個佢就推出一個自動駕駛方案出嚟，佢又係推出端對端出嚟，佢推出嘅系統係俾所有嘅汽車公司用。呢套嘢咧，佢原理上咧就同 Tesla 咧就一樣嘅，但係咧佢就咁樣係同 Tesla 嘅原理一樣，端對端就係咧佢係俾你供應咗好多間汽車公司要咗噶啦，譬如 Benz 嚇，你攞咗佢呢套軟件咧，佢咧就可以愛嚟訓練你自己架車，而佢咧仲有 Omniverse 係幫你模擬數據嚟到訓練揸車，於是你攞咗呢套嘢咧就去用。但係咧 Tesla 咧2023年啊已經轉咗端對端，佢早過你2年。之前咧佢有11個 version 嚇，都係寫 program 嘅。version 12開始轉咗端對端，而佢咧有70億英里嘅真實數據，數據閉環。呢一個 proprietary data 咧係你攞唔到嘅嘢。如果你而家呢個係 Elon Musk 講嘅，你如果今日你要用呢個Tesla 嗰度 full self driving 咁啊點啊？要搞2年嘅，點解啊？你而家先至開始用咧，你淨係嗰套 full self driving 嘅訓練同埋你架車嘅配合咧，要搞2年。因為每架車嘅動力、制動、個 brake、個車身重、個重心喺邊度都係唔同嘅。要控制架車，你就要好準確控制每一 part。於是咧，你就要成套嘢咧係要 compatible 嘅，至少要2年。舉個例，呢一個咧 Tesla 由 Model S 3XY Cybertruck 自己夾落去咧，都要夾好多時間嘅。同樣係佢自己嘅嘢 ，Day One 就開始夾，到今日同一套 Full Self Driving 咧，仲未可以用喺 Semi 上邊嘅。所以咧，你咁樣已經落後2年啦。好啦，仿真訓練 Omniverse， 仿真訓練可以將系統可靠度推到90%。但係要達到上路需要嘅99.999咧，好難，因為咧你嘅 simulated data 咧，你係唔可以設想到晒全世界可能發生嘅嘢㗎。全世界可能發生嘅嘢咧，係佢呢個海量嘅數據，70億英里嘅實際駕駛，然後先將所有嘅 long tail 嘅 situation 咧，冚唪唥揾晒出嚟嚇。所以你要去到咁高度仿真咧，一定要有好多現實世界嘅數據嘅，直接指揮車輛喺度高度定制化工作。Tesla 喺 Cybertruck Semi 嘅延伸過程證明咗呢項挑戰，所以咧你係落後佢好多年嘅。好啦，而且咧仲有其他嘅，你即係咧點解70億英里好重要咧？一揾到個咁嘅 situation。發現佢嗰個要介入嗰陣時咧，佢就立即喺啲70億英里嗰度咧揾 similar 嘅 situation，
睇下嗰啲揸車叻嘅人係點揸，而係嚟 train 佢，等佢嚟到改進嘅。其實係咁嘅，即係咧用揸車叻嘅人嘅揸車嚟到 label 翻 feedback 翻落去任何一個問題嘅。咁你冇呢70億英里咧，你就好大鑊。好啦，機械人咧就對 Tesla 咧大啲威脅啦，對 Optimus。因為咧呢個 Tesla 咧壓住通用型嘅具身智能收穫好慢，因為佢有幾千項功能係好難 train。你嗰啲所有嘅機器，你所有嘅手係要適合好多種功能都做得到。Tesla 有垂直優勢，平台化訓練，但係咧你而家提供個平台俾佢訓練，人哋唔係做全部嘢。我舉個例，呢個係淨係做一樣嘢，佢就唔需要咁多訓練喎。而且咧，你 Tesla 咧都係冇足夠嘅 data， 你淨有足夠嘅 driving data 啫嘛。喺各種環境嘅 data 嘅訓練咧，唔係你冇數據啊嘛，大家一樣啊嘛。於是咧，譬如話喺貨倉執貨，咁咪揾10個人執執30日，然後開始再 simulate 唔同嘅嘢咯。咁呢個唔難喎，呢個係單一嘅任務，然後咧就翻去叉電就咁。而且咧環境受控，硬件可以降級。舉個例，如果你係喺貨倉搬嘢，因為個環境係受控制，你就唔使咁聰明喎。我 map 咗呢個貨倉落去，叫佢認得呢個貨倉入邊有啲乜嘢。呢個咧就係貨架，呢個就係人。你遇到人咧，你就要繞開佢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訓練啦，俾一啲俾啲二維碼佢去揀貨，就知道啲貨乜嘢啦。呢個就係喂個硬件都唔使咁犀利。舉個例，如果喺貨倉或者超市係可以行碌嘅喎，咁呢個咧就慳好多嘅喎。隻手係咪要咁精巧咧？可能唔需要咁精巧喎，可能係2個鉗就得嘅咯。呢個就係好啦。中國車廠咧就係中國其實啊喺過去嗰10幾年，中國叻在乜嘢咧？佢有無限嘅人手，而佢哋好叻寫軟件啊！佢變咗啲軟件咧做到好精細，嗰陣時咧係 labour intensive 嘅。好啦，所以咧佢嘅 full self driving， 佢哋以前咧一向咧都係加咗 LiDAR， 然後咧就唔係端對端嘅。咁原理上咧，佢哋唔夠晶片做端對端嘅。如果 NVIDIA 呢個平台入咗去咧，佢哋就可以真係做端對端。而家咧好多人都話要做端對端。第二就全視覺，小鵬都話要轉咗做全視覺，但係有一個大問題，貨中晶片高端晶片政策嘅不確定性。NVIDIA 呢種晶片做自動駕駛晶片咧，如果你要咁叻嘅話咧，佢就去到4-5納米嘅咯喎。呢個係用4納米或者5納米嚟做嘅咯喎。準唔準賣去大陸啊？又係指中國、美國知道中國嗰啲電動車嘅威脅咁大，呢個供應鏈唔確定喎。第二 ，Tesla 都俾呢樣嘢限制死咗，跨境合規則，數據唔準出嚟，晶片唔準入去，棘死咗你。短期借力，長期建立本地化嘅能力，你要自己搞呢啲嘢，呢啲嘢自己搞。好啦 ，AI 正式由產品競賽進入系統工程交付能力時代。Vera Rubin 重設咗推理成本，大幅度冚低咗推理成本，減少咗能源嘅需求。未來競爭嘅關鍵唔係邊個晶片最快，係邊個成套系統最好嘢，成套系統夾得最好嘅。我都話，淨係剛啱黃仁勳呢個 HBM4係得佢一個人買晒啊，海力士嗰啲嚇，咁你就知道冇得競爭呢個係嚇。好啦，嗱呢一個 MNN 呢一隻 MNN， 我俾大家睇下，係放年輕啲嘅人食嘅。佢係每日加咗料嚇，由210係加到250，
膠原蛋白加到300，你食咗呢個唔使食膠原蛋白㗎啦。谷胱甘肽又係令你皮膚美白嘅，維他命 E、鋅同埋鉛抗氧化嘅，呢個貨年輕啲嘅人食唔需要咁大嘅劑量，250mg，250mg 加埋呢套嘢，唔使再食呢啲膠原蛋白啊呢啲嘢啦，令到你保持青春嘅。係各位網友嗱，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經營到第6年。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有啲嘢咧好得意嘅，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而且有幅名畫喺度。嗱，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自由帶領人民，自由帶領人民。蒙羅麗莎，咁呢個烏魚子啦，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烏魚子餅乾喎，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好好食。Anyway， 仲有7件櫻糖啦，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大家先上網睇睇先，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